说起伏地魔的出身，大家都熟得不能再熟，父母一场没有爱的结合，从源头就把他推向了扭曲的道路。母亲难产离世，父亲抛妻弃子，所有人都说这一切的开端是梅洛普·冈特给老汤姆·利德尔下了爱情魔药。但今天咱们聊个更颠覆的猜想，如果从头到尾撒谎的人都是老汤姆·利德尔呢？今天咱们就拆解伏地魔的起源，扒一扒这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巫师早年不为人知的真相。汤姆·马沃罗·利德尔1926年新年前夜出生在武士孤儿院，母亲是出身冈特家族的纯血女巫梅洛普。冈特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曾是风光无限的纯血名门，却因世代近亲通婚一步步败落。到梅洛普这一辈，只能挤在小汉格顿郊外的破木屋里，穷困潦倒，也被当地人排挤。梅洛普从小在父亲马沃罗和哥哥莫芬的打骂虐待中长大，魔法能力一直被压制，直到父子俩因为随意对麻瓜施咒袭击魔法部官员，双双被关进阿兹卡班，他才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由，魔法也慢慢有了长进。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重获自由的梅洛普熬制了世界上最强的爱情魔药迷情剂，用在了英俊富有的麻瓜老汤姆·利德尔身上。这种魔药带着珍珠般的光泽，气味因人而异，能催生出强烈的执念，却给不了真正的爱。药效发作后，利德尔很快对梅洛普神魂颠倒，两人迅速结婚，梅洛普也怀上了孩子。可不到1年，魔药就失效了，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有人说梅洛普主动停了药，想赌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上了自己，也有人说只是药效自然到期。清醒后的里德尔立刻抛下怀孕的妻子，头也不回地回了自己的老家。万念俱灰的梅洛普再也不愿使用魔法，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孤儿院生下孩子后便撒手人寰，连为了儿子活下去的意愿都没有。邓布利多曾说，梅洛普不是没有选择，只是常年的苦难早已耗光了他的勇气。而从小没感受过一丝爱意的里德尔也一步步长成了后来的伏地魔。但这套流传甚广的说法其实大多是邓布利多的推测，未必就是全部真相。我一直觉得梅洛普根本没能力做出爱情魔药，他连霍格沃茨都没上过，而魔药是极其精细严谨的学问。斯内普都说过，这是精密的科学，严谨的艺术，没受过系统教育根本做不出高阶魔药，更何况他身无分文，连火灰蛇蛋、月光石粉、珍珠粉这些基础原料都没渠道获取，更别说长期熬制，持续给里德尔下药了。退一步说，就算他真的做出了魔药，迷情剂自带特殊的光泽和气味，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一个有钱体面的麻瓜绅士也不可能随便喝下郊外破屋里的陌生女巫递来的奇怪饮料，所以真正的真相很可能是老汤姆·里德尔撒了谎。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是个自私凉薄的自恋狂，早就注意到梅洛普总在远处偷偷看自己，迷恋着他。当时他本有个交往对象叫塞西利亚，却还是享受这份崇拜，便趁着梅洛普家人入狱，主动找上了门，借着骑马出门的由头和他偷偷来往。他从来没爱过梅洛普，只是利用他的心意满足自己，后来为了封口才勉强答应结婚。等梅洛普怀了孕，事情超出了他的掌控，他怕败坏自己的名声，便直接翻脸抛弃了他，还编出被女巫下药迷惑的谎话给自己洗白。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再加上冈特家本就是镇上的异类，所有人都信了他的说法，反倒把梅洛普当成了始作俑者。他再也没见过梅洛普一面，也从没关心过自己儿子的死活。而伏地魔或许心底早就隐约知道父亲的真面目，这份被抛弃的恨意一点点滋长了他对麻瓜的厌恶。等他长大成人，他亲手找到父亲，完成了复仇，也彻底抛弃了麻瓜父亲的姓氏，给自己改了一个让整个魔法世界闻风丧胆的新名字。就像他说的，他身体里流着斯莱特林的血，不会永远顶着一个抛弃自己的麻瓜的名字。